最近，比亚迪要在日本搞事情了。在2025年的东京车展上，比亚迪正式亮相了他们专为日本市场打造的全新电动 K-Car BYD Raco。这是一台小巧可爱的纯电车，主打日本最独特也是最庞大的汽车细分市场。K-Car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轻型车。别看它体积小，日本人可是把 K-Car 当国民车在开的。全国每卖10辆新车，就有4辆是 K-Car。这意味着比亚迪这次不是在日本试水，而是直接跳进了主战场。更有意思的是，这台车一亮相，就让铃木、大发、日产这些老牌 K-Car 巨头都坐不住了，因为他们知道这家来自中国的新能源大厂正准备挑战他们的核心领地。但问题来了，日本人会买吗？你别以为这只是个市场问题，其实背后还藏着一个更深层的文化密码，那就是日本的血型性格学。没错，日本是全世界最相信血型决定性格的国家。你去日本问人血型，就像在其他国家问星座一样正常。而在日本 ，A 型血的人最多，差不多占了全国人口的40%以上。更有趣的是，日本整个社会的运作逻辑几乎都能用 A 型性格来解释。A 型血的人是什么样？他们讲秩序、守规则，注重细节，不喜欢冒险，不喜欢打破平衡。他们喜欢一切在掌控之中，讨厌突发的变化。他们重视集体感，喜欢大家都这样做的安心感。你看，日本人排队的自觉性、街道的整洁程度、地铁里的安静氛围，都像 A 型血社会写下的规则。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们选车当然也要符合这种逻辑。于是 K-Car 的流行不只是因为它省油、便宜、税轻、好停车，更是因为它代表着一种不会出错的生活方式。开 K-Car 的日本人大多不是为了炫，而是为了安心。它小巧、合规、不突兀，既符合个人理性，也符合社会秩序。换句话说， K-Car 就是 A 型血性格在车轮上的延伸。那比亚迪这时候推 K-Car 真的是个勇敢的决定，因为它面对的是一个极度稳定、几乎不想改变的消费群体。A 型人一旦习惯了，就很难动摇他们的选择。比如他们家一直买铃木，那就会一直买下去，哪怕有更新的品牌、更先进的技术，他们也会犹豫，不是因为不认可，而是因为不确定。A 型人最怕的不是差，而是未知。他们需要确定性，需要一个能让自己说服自己的理由。所以，比亚迪要打动日本的 A 型消费者，最重要的不是性能数据，而是信任感。这时候，如果比亚迪在日本的宣传是颠覆 K-Car 传统，重新定义轻型车，那 A 型人听了只会皱眉。但如果说更安全、更节能、更安静的下一代 K-Car 完全符合日本标准，在地化生产，那他们反而会觉得，哦，这听起来挺稳妥的。A 型人不反对新技术，他们只是需要一个让自己安心的解释。所以在日本卖车卖的是逻辑，不是激情。你要告诉他们，这辆车不是冒险，而是更合理的选择。A 型人还有个特点，就是他们很重视社会认同，别人怎么选对他们影响很大。如果他们看到比亚迪的 K-Car 被地方官方采购，被出租车公司使用，被日本媒体好评，他们会开始改变态度。他们会觉得，既然别人都在用，那我也可以试试。而一旦他们尝试并认可了，那就会长期坚持。A 型人的忠诚度是所有血型里最强的，他们一旦信任你，就很难再换。这其实给了比亚迪一个机会，虽然打入门难，但一旦建立信任，比亚迪在日本的地位反而会非常稳固。从这个角度看，比亚迪进入日本 K-Car 市场的关键不是技术突破，而是心理渗透。要让日本消费者觉得比亚迪不是外来者，而是新秩序的参与者。在细节上，车内布局、材料触感、驾驶感受、售后体验都要体现日本式的细致，同时还要有明确的社会背书，和日本本地品牌合作，在地化生产，建立日本团队。A 型社会重视规则，任何能体现我遵守你们规则的行为都会加分。你尊重秩序，他们才会信任你。你越想去改变他们，他们就越抗拒；但你越显得和他们一样，他们越容易接受。其实 A 型社会的这种保守性，也塑造了日本汽车工业的独特气质。丰田、本田、铃木这些品牌从来不追求花哨的创新，而是不断打磨、反复改进、稳定输出。他们不喜欢喊革命，而是喜欢说进化。这点对比亚迪来说也是一种启示。要在日本赢，不是靠快，而是靠稳；不是靠吓人一跳，而是靠安心可信。就像 A 型人一样，不张扬但坚韧。再往深一点看，日本人对车的信任感是社会秩序的一部分。他们相信安全第一，相信别人也这样做。当一辆车出现在邻居家、出租车公司、政府部门时，这种社会传播的信任感就开始发酵。那一刻，品牌不再只是品牌，而是社会的一部分。比亚迪要做的就是等这一刻，不是通过广告说服，而是通过时间证明。
因为 A 型社会不会被经验打动，他们只会被稳定征服。所以啊，日本人会不会买比亚迪 K-Car， 不取决于价格，不取决于动力，而是取决于这辆车能不能让他们觉得安心。如果比亚迪能做到可靠、低调、精致、贴心，那他们就会被接受。当有一天，日本街头的轻型车队伍里出现一辆印着 BYD 标志的小电车，静静地行驶在那些整齐的街道上，车内传来安静的电机声，没有喧哗，没有张扬，那一刻，比亚迪就真的融入了这个 A 型血的国度。也许几年后，我们再提到这段故事时，会笑着说，当年谁能想到，日本人最爱的 K-Car 也有中国制造的一席之地。那时候 A 型社会依然有序，街道依然安静，只不过秩序里多了一点新的声音，来自深圳的电流声。